轩，现在对于中国来说，电动车问题非常大，尤其是谁问题最大？比亚迪说的跟什么一样？现在每一个画面出来，每一句话都是焦点了。那赵伟，你看到这个画面，你要想说，哇哦，这是什么新科技、黑科技啊？现在用比亚迪来耕田啊，中国人真有创意。比亚迪跟田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你看到他耕的是田啊，你看到他割的是草啊，不对，他割的啊其实叫做韭菜。为什么？这乡下人根本不需要这个嘛。但是问题是，现在比亚迪快倒啦，快倒怎么办？我就把所有的烂大街这些库存货全部倒到乡下人去，叫你们这些人当我的韭菜，通通割。所以呢，当你看到哇，这个比亚迪这样耕田，那你觉得说好有创意哦，哇，里面的内饰镜头，它的倒车镜头还可以看得到，没有？其实农民的心都在滴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买的根本不切实际的问题。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呢？最主要是比亚迪最近是倒大霉。比亚迪呢，现在只有我们讲公开啊，在对外的讲说什么？他说我们就这样做人，就这样做事。就这样做企业，我们只是把自己做好，我们做长期主义，我们呢不会踩别人。然后其他的车商听了想说，黑人问号，你比亚迪说你不会踩别人，你真的认真吗？我们讲打了一片腥风血雨，价格战、割喉战，不就是你搞出来的吗？那为什么比亚迪要这样澄清？因为他们最近呢灾祸连连，不只是呢，包括他们的引擎啊，被人家发现说是使用的长压引擎。什么叫长压引擎呢？各位，讲坦白讲，引擎就是要高压，对。但是呢，它的油电混合车就用这种所谓的长压，一般正常的压力，所以导致呢出了非常多的我们讲的长压油箱的问题，所以被一堆客户退货。打枪，跟他们讲说，我不要这样用了。而且之前我们是不是聊过，说比亚迪的负债啊，很多都是套住耶？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它的财务杠杆啊，已经变成是车圈恒大。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对，所以他们当然要义正言辞的澄清啊，跟他讲说，我们已经回复过了哈，高负债啊，财务造假啊，财务审计啊，以及车圈恒大的话题啊，都是有人刻意在煽动舆论呐，在推波助澜呐。根本没有这么严重，都是其他的车商恶意举报、拉帮结派，好照我讲的漏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在我们讲的记者会上哭诉，结果你知道李云飞后来干嘛吗？删文，直接下掉，6个小时就删除，就删文了。对，他是公关处的总经理跟什么一样啊？对，讲到一半突然删掉哦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王传福跑出来讲话说啊。忍一忍呐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和为贵。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都删掉。但事实上，整个风波都已经散出去了嘛。但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删文？我各位报告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因为这个理由很简单，现在比亚迪啊，真的是经营，我们讲快经营不下去了，所以把歪脑筋啊，如同我们刚才讲的，一直动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上，而且呢，还有中央政府配合。因为还记不记得，比亚迪就是中国的官方重点项目嘛，所以他现在怎么配合法呢？说每辆新能源车呢 ，OK， 免征车辆购置税，所以它的车辆的税额免额可以不超过3万块，然后呢，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。然后你给你减免，大概我们讲的不超过所谓的1.5块。那你知道在这个情况下，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减免吗？甚至是所谓的旧换新2万、1.5万等等的一些补贴，各种方法都通通出炉了。对，那因为他就是要把货卖到乡下去。因为都会地区已经饱和了，没有人要跟他买了，我无差别的倾销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多可恶！因为为什么卖到乡下可恶？请问一下，电动车要什么啊？你要充电桩对，那乡下有充电桩吗？看起来像有充电桩的样子吗？方圆100里像是有充电桩的样子吗？他才不管你，全部都卖下去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常常他们一个充电桩一个充电桩之间可能有200里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电动车只能开170里。所以你根本剩余的怎么办？我推车啊！不，乡下你知道什么多吗？牛多嘛，就开到一半用牛拉嘛，根本是乱搞。所以他现在他不管你3721，基础建设根本不足，然后到处去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一些画面，并不是停好车，是没电了。对，我们怎么办？就开到一半没电了，丢在这边了。那没电的时候就叫我们讲的叫乡下救援了。你知道什么车来救援吗？这种我们讲燃油车。所以电动车开一开之后要燃油圈，跟我们讲的扶老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老人家走一走卡库卡巴基，然后就叫年轻人把他扶过去，莫名其妙。然后一堆荒郊野外，现在停了一大堆电动车，而且照你知道这些电动车哪里来吗？就我们之前看到的，是不是有一些废弃大楼、烂尾楼？对 ，OK， 我们讲中国恒大是不是很多烂尾楼嘛？那烂尾楼里面有烂尾车，对，跟俄罗斯套娃一样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些烂尾车就放在那边，然后现在找到去路，我就把全部往乡下堆。等一下，然后就像这样卡在这种乡下的乡间当中。而且是这个单行道直接丢在那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样反而让乡下的犯罪率增加。为什么？开始一堆人在偷电这车子开没电了，他就想尽办法熊康看到别人去偷人家的电瓶，偷机车的电瓶，偷人家油车的电瓶，他到处去偷电，这就叫阿伯，然后就他竟然跑去偷，就是你看到他跑去偷人家电瓶，怎么会这样搞啊？直接这样子。
拿着罗赖把就直接偷了。对啊，就把那电瓶偷走了。但你看，仔细看哦，我们给你看到的就是他所公布的124个呢要发到乡下去的车，你会发现什么迪汉啊、迪唐啊、比亚迪秦啊、比亚迪夏、海豚豹啊，我跟你讲，都是一些我们讲非常这种落后的车款。对，换言之就是一些滞销的什么吉利啊、极客啦、山海啊、风云啊、荣耀、坦克啦，我们讲所以他是把不要的车都往乡下丢。对啊，就清仓大拍卖啊。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非常要求吗？来，我先给你看一个指标，这是2024年的可支配所得。来，这是乡下人，来，各位，这是1年哦。1年只有9万6台币，对 ，OK， 那你跟说电动车很便宜嘛？再便宜是不是也要15万？对，那我觉得请问一下，乡下这些农民对他们来讲，这些东西有需要吗？是必需品吗？他们买得起吗？所以你看哦，汽车对于农民来讲，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推那种拖拉车？因为对他来讲是交通工具，但是也是生产工具啊。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们一开始跟你看到的那个很奇特的景象。为什么要拿比亚迪去耕田啊？那各位，你真的觉得那个耕得了田吗？你真的觉得那个有作用吗？所以就是胡搞嘛。所以这个一车用，等于就是说都会地区现在制造出来的麻烦。全部呢叫乡下人来进行买单，等于说这些农民呢跟韭菜一样，他跟你买一台车，对不对？人家我们买房是要背房贷，他不是，他买一台车之后，他终身就被这台车子给套牢住了，可能一套就要套10年。那问题是这个车呢，根本就是这个都市人不要的报废车。所以你想啊，中国啊，我们讲的割韭菜割到这种地步啊，拜托这个农民呢都别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转身一望，看镜子里面，突然发现哦，原来我就是那个作物。慧珍，在中国维权，我们看到那些画面根本没有什么用。对不对？大家去抗议，最后还被抓走。现在呢，他们为了要做新维权，在网络上面很多画面，其中导播我们看到的画面，这个画面是现在最红的画面，他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他的维权。是赵和不公平啊，真的是不公平啊！一样都是面临到烂尾楼问题，一样都是讨不到房。结果因为这个女孩子胸怀凶器，所以呢，现在马上变成大家瞩目。一瞩目之后，大家说啊，对呀、可怜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怎么可以把房子不给他呢？变成社会瞩目案件了。社会瞩目案件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已经没有维权，已经好几年，他原本都穿这样维权，就有一天他比较热，穿的比较少一点之后，结果就有人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姑娘。”你其实呢，应该要多多展现你的优点，这样有助于你的维权的。他一想说有道理，从此之后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可怕，炸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是在29岁，本来这个房子是29岁时候买的，对，然后变成是跟她老公的一个新房，现在孩子都已经生出来3岁多了，房子还没拿到，然后呢，他们已经缴了46个月的房贷，他们的家底都已经快被掏空，老公甚至得了忧郁症哦。然后呢，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刚刚不是提到吗？他就是穿的比较朴素，都没有人理他。他一张穿之后，你知道10天之内粉丝暴增到10万啊！10万，每天涨粉超过10万，对，每天涨粉超过5000。所以后来他就一不做二不休，现在天天这样。那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想说，哦，真的要好好的，真的要这个没有办法忽略啊，没有办法忽视他所面临到的问题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情况就来了，然后。多得到广大的一个社会支持之后，因为而且他真的每天，我跟你讲，这会变成大家想看连续剧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看，一直关注他到底房子拿到了没有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在云南昆明啊、马街、摩尔城啊，一样，我这个看得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2011年买的房子，到2014年结果就开始维权，为什么？因为浪杠，就是建商竟然跑了，到现在都已经10几年了，很可怜呢。他们很多人这样一家老小，第2代到第3代都已经生出来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硬是住进去。明明跟鬼屋一样，你还是只能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2代的家产都压在这里啊，所以房子根本没盖好，窗户都没有，只能用防布袋。你看你现在看干嘛？围炉。围炉这样吃火锅没办法，因为呢，这个两代的家产，3代的人没地方住，就只能在这里，所以他们就心里想啊，这住着没关系啊，好歹还可以遮风啊，不要说遮风，可以避雨，好不好？他们现在就丧事喜办，明天又是个好日子，还在旁边这边跳舞，还跳广场舞起来，这都是住户，你知道吧？我其实也蛮佩服他们的啦，就是说。不管是面临到什么样的环境或什么样的困境，永远都是对明天展开希望，所以赶上太平盛世啊！咱们过了这么好日子。所以这不是跟刚那个女生一样吗？她为了要求关注嘛，就是说维权到底我要把我的房子给拿回来，各种方式通通都出来了。起码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关注到他们这个议题哦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其实讲到说，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。跑的人都跑掉了，建商都跑掉了，那就不管呢，我们就只好恳请上级，你软的硬怎么硬都不来，就到最后用这种反讽的手法，反而还让大家有稍稍的关注到。
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样的这一次的维权案子层出不穷，而且很多人就是真的有人甚至没有办法啊，就过日子下去哦。所以他们现在就怎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政府出了一招，什么一招呢？就是要五险一金，打算动用这个一金，也就是住房公积金拿出来赶快强迫强制交屋啦。简单讲就是那个建商没钱没关系，我政府协助你，你赶快把这个房子交出来就对。结果你知道给弄破哇，这些房子被夸起来被耗工，你看第2期取消精装怎么样？你知道那个房子烂到什么地步？那个地板啊，刮一刮，竟然就刮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全部都是偷工减料啊！所以就心想说，好不容易交屋了，对，然后你再随便弄一下你自己的房子，都烂东西。对，他说交屋了，我用手扒，怎么可能？啊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能住人吗？看起来就是他用手直接把这个地板直接太荒谬，就觉得你这个安全性没有问题吗？你这偷工减料到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，就到底就让人家觉得好可怕。但是反正他就这样看起来像个房子，拿去就给你了。这样能吗？这样能住人吗？大家住得安心吗？但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看起来政府要硬着干，就是要拿这10.9兆人民币的一个资金哦，要来变成是这一些烂尾楼的一个一个活水哦，让他们可以尽速完工。但是就真的这样尽速完工之后，我想能住进去的人应该也不多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换汤不换药，其实问题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